道在美国的小伙伴最近有没有遇到波霸短缺的情况？反正我这里已经是限制供应，很多地方都没有货卖。今天咱们来试试自己在家里制作手工波霸。我原本以为这个手到擒来超级简单，没有想到竟然出奇的有点难度，扑街了无数次，最后才试出了一个0比0的失败。不过手工新鲜的波霸配上新冲的奶茶，味道真的是流水线上都比不来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始吧。加入木薯粉的步骤，最重要的是控制水温要接近100度。我这里用的是锅子煮的开水，其实如果用电水壶煮水，可以更好的控制温度。现在咱们借用一下北美面神女神小高姐的话，当你看到一个光面的时候，面团就揉好啦。下面就到了考验耐心的一步了，把面团搓成条，再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丁，然后就要一个个的搓成波霸了。看起来简单，就要超过20个，估计你就要怀疑人生了。实话实说啊，我是真的不太有耐心。收整好我耐心之后，就可开始煮波霸了。现在的波霸是淡黄色的，主要是我用的是 light brown sugar， 而且没有用任何色素。水滚了，倒入波霸，稍等一下就会浮起来。这时候转成中小火，再煮20分钟，然后关火，盖盖子，焖半个小时。洗波霸的操作，我在之前的视频讲过了，详细的流程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珍珠抹茶那期。一定要把波霸放到冰水里清洗，这样子才能出来 Q 弹的口感。最后就是给波霸2次入味一下，把红糖水煮开，倒入冰好的波霸，小火煮10分钟，关火，然后盖盖子焖10分钟。最后成品的波霸是这种琥珀色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看着就很好吃呀？咱们再来配一个秘制奶茶粉，我可是冒着江湖追杀的风险，泄露我们行业机密了。盐0.5克，红糖15克，植脂末20克。我这里用的是低糖的植脂末，健康一些。最后，咱们来泡一杯家庭版的原味奶茶。我泡的是1人份的量，如果你招待朋友，要按照比例增减就好了。我用了普通的红茶叶，外加一个立顿红茶包，
这样既保证了红茶的香气，口感又会比较柔和。现在按照顺序依次加入红茶、蜜次奶茶粉、波霸、4盎司的牛奶，也可以换成豆奶或者坚果奶，还有冰块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。人体的一天推荐的糖摄入量是36克，我这杯奶茶基本沾了20克，喝了这一杯，小伙伴就少吃点主食和甜食了，这样生茶和奶茶两不误。超级好喝，你们也要试一下，不然你们会后悔哦。